嘴唇坏那年，为了给李无忧治病，生子丸卖的，金枪不倒要卖的，实在没钱时，我这个小骗子的尊严也卖的。头磕在青石板上咚咚作响，陈大夫可怜我，摇头叹气，给我一包人参须末。李无忧认祖归宗那天，村里见者有喜，连陈大夫也得了50两赏银。真羡慕金珠哟，李少爷肯定要赏他8抬大轿，不，肯定赏他做姨娘，将来床头1碗白糖1碗蜜，卷了煎饼，想蘸哪个蘸哪个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天不亮我就收拾了小包袱，美滋滋地坐在门口等着。哎呀，不坐8抬大轿，我坐个2抬小轿就好。哎呀，不做姨娘也没事，给我个好差事，端茶倒水也好，洒扫喂鸟看茶炉子也好，都好。李无忧读了很多圣贤书，他不喜欢我骗人，那我以后不要再骗人了。阿娘，金珠不做骗子了，要堂堂正正挣钱了。可等到天黑，等到看热闹的村民都散了，没有等来2抬小轿，也没有等来李无忧。第2日，我去李家寻他时，看门小厮把我连人带包袱推了个跟头，冷笑道：没听少爷说过什么报恩报答，倒是说过有骗子寻上门要报官。我顾不上拍衣裙的泥，忙作揖讨好的问：各位爷是不是听差了？当初是我救了李无忧，我还照顾了他半年呢，他肯定记得的，烦请您再问问呢。看门的小厮不耐烦地掏掏耳朵，用鼻孔看了我一眼：姑娘，咱们李府里没有叫李无忧的人，快滚快滚，别闹得咱们报官，治你个讹诈。我抹了把脸上的雨水，急得想哭。李无忧跟我说过，他排行老3，是2房生的少爷，被太太暗害才会断了腿。偏偏李家接他回去那天我不在，谁知道他是不是被太太接回府害了，小厮才跟我说没有这好人。李无忧，李无忧，你还活着吗？我是金珠，你等着我一定救你出去。檐外大雨滂沱，我的声音连2门都传不进去。小厮顾不得大雨，一个将我死死摁在地上，一个忙去捂我的嘴。我被摁在水坑里，吃了一嘴的烂泥水。夫人休息呢，吵什么吵？吃干饭的东西，连个要饭的都打发不了。门开了一道缝，一个穿金戴银的丫鬟不耐烦翻了个白眼：跟我进来吧。我戒备的左顾右盼，想牢牢记住来时的路，等见到李无忧好带他逃出去。屋子满目黄黄，一室暖香，叫人心中生怯。那丫鬟要我坐等，我不敢大意，就戒备地站着。我不坐，我要见到李无忧。侍女们，你看看我，我推推你，谁也不愿捏着鼻子为我倒杯热茶。等了半炷香的功夫，一众丫鬟簇拥着神仙般的老妇人进了屋。那老妇人慈眉善目，像个菩萨，见我衣裙脏污，裙摆还滴着水，皱眉着心疼道：好孩子，怎么这么狼狈？你们都是瞎的，快给金珠姑娘倒杯热茶。热茶上来了，我不肯喝。你把李无忧怎么着了？见我紧张，那妇人帕子捂着嘴，扑哧一声笑了。好孩子，我是他亲生母亲，还能害他不成？我不信。他并不解释，只放下茶盏，用帕子按了按唇角。旁边丫鬟恭恭敬敬捧来1沓银票。好孩子，谢谢你照看他这些日子，这些钱是赏你的，你都可以拿走，但是你不能跟任何人说你跟无忧相处过。我看着那些银票，更觉得李无忧的处境不妙，扑通一声跪下：太太，我不要您的钱。他在哪？您让我看他一眼，求求您。妇人见劝不动我，跟旁边丫鬟使了个眼色。丫鬟不情不愿引着我绕过穿花廊，对着书房将下巴一抬：喏，你自己看。雨打芭蕉，焚着暖香，雕花窗子下，我满心惦记着的李无忧正为身旁姑娘研墨。李无忧细细看他写的字，笑意温温。那美人一歪头，头上的流苏步摇微微的晃。行舟，那个就你的姑娘，真是个江湖骗子吗？还能有假？他爷爷他爹到他这儿都是骗子。行舟，他不是叫无忧吗？那你不怕他缠上你？我连名字都是骗他的，李无忧，绿若你念念看。无忧，乌有，子虚乌有。绿若扑哧一声，笑得眉眼弯弯，他信了，深信不疑。风卷着寒雨吹在身上都是冷的，只有被摁在地上的那半边脸发烫。
我愣愣地站在园子里，刚刚准备的说辞，此刻都压在喉咙上。我要说什么来着？哦，想起来了，我要说李无忧。一开始我是有点生你气的，你忘恩负义白眼狼，害我等在村口丢了一天的人，我都想好怎么跟你闹了。可是我一进李府就不生气了，真的，一点气也没了，只剩害怕。我怕看到被打得血淋淋的你，我怕我晚来一步看不到你最后一眼。来路我都记住了，我能带你出去。咱们是孬种，咱们认输了，不争了，回去做些小生意，好歹保住性命呢。那些欠下的要钱也不用担心的，我会好好挣钱，大不了我再给大夫磕个头，求他宽限几日。我想过无数种可能，你要怎么办？可我没想过，如果你好端端的，我要怎么办？我跟他说我不喜欢他骗人，那他就不骗人了吗？怎么可能？狗改不了吃屎，他以为我不知道，偷偷的卖那个什么生子丸盒。绿若按捺不住，眼睛也好奇的忽闪着。盒什么呀？行舟哥哥，你快说啊！你一个未出阁的小姐，怎么能听这个？呸！你流连花丛的公子哥，什么时候忌讳过这个？快些说，不然我要跟姑母告状的。绿若笑着捶了他一下，又不肯落了下风，故意拿话激他。从前不出3、5日就腻了，怎么这个玩了这么久？行舟哥哥，你别是把自己玩进去了吧？李行舟一怔，纸上阴透一笔，忽然像是听到什么笑话，那双漂亮的眼睛猛然笑出了眼泪。要不是沈家商号的沈公子近日要来谈生意，我应该还会多待些日子，学些江湖伎俩也蛮有意思。当初我问他那些家传骗术，他小气不肯教我，其实我偷学了几个，回头讲给你听。我不是小气不肯教，是你说过的，骗人不好。我不好，但是不能让你不好。好孩子，我这个儿子太淘气，可男女这事吧，到底一个巴掌拍不响。要我说当初收留他这事，你也不大规矩。这些银票你拿着，别乱说话耽误了他，也别跟银子过不去。老菩萨喝了口茶，拿过银票的手又笑眯眯地擦了擦。这衣服都脏了，底下有张绸缎装的对票子，姑娘拿了做身好衣裳，就当我替无忧赔罪了。那2张银票并着对票子，轻飘飘的，有风从雕花窗吹进来，像3只调皮的蝴蝶，轻洁落在地上，振翅欲飞。我应该说我不要你的臭钱，骂句狼心狗肺。我应该把这钱团成泥巴团子，扔在菩萨脸上。可我没有说话，可我只是弯下腰去，一张张捡起来。送客罢，我坐在门槛上，怔怔望着青石板街上来往的商贩行人。天阴沉沉的，春雨细如丝，却不肯停。雨天行人匆匆归家，灯影都模糊在雾气里。门前冷落，画舫上淡曲都懒懒的，银匠铺子停了敲打，绸缎店里只有一对夫妻在才华熨烫，生意最好的只有一家酒楼，门口厨娘又新蒸上一屉包子。我不想哭，不知道怎么脸上痒痒的，不知道怎么伸手一抹，就抹了一手冰凉的眼泪。好笑，我为什么哭？这么多钱呢，我赚大发了，我才不要哭。等那屉包子蒸好了，我就会把李无忧忘了。拿着这些钱，我要去对面绸缎店扯缎子，做身最贵的衣裳，去银匠铺子打金镯子、金耳坠、金簪子，叮叮当当戴满身，再买了好酒好菜，去花舫上听着曲儿胡吃海喝。要是有不长眼的野狗花子冲我叫唤，我就拿碎银子砸死他。明日回村告诉旁人，我金珠没吃过亏，没跌过跟头。终日打雁，终被雁啄的不是我，只有我骗旁人，从没有旁人骗过我的。行舟哥哥，你不会还在想那个江湖骗子吧？绿若百无聊赖地拨了拨炉中香灰，姑母都赏了他2张银票，你也听翠芝说了，银票子掉在桌子底下，他伸着手巴巴地去够，他真的很缺钱吗？李行舟想到金珠救了他后，小心翼翼摸出藏在柜子里那个巴掌大的小钱袋子。钱袋子虽小，金珠却宝贝得很，每次拿钱都要往门外张望，生怕被人瞧见。李行舟觉得实在多此一举，那个瘪瘪的钱袋子不仔细看还以为是一块破抹布。他也问过金珠，这个小袋子有装满的时候吗？金珠点头，有3次，一次是我娘死前给我装满了，可惜被我爹拿去赌了。还有一次是我爹死了，
可惜给他买棺材又空了。他问第3次呢，金珠不吭声了。李行舟清楚了，这钱花在他的腿上了。其实李行舟那天没想让他救的，他本想寻一个好地方，移栽些花草，等天暖了给母亲办场春日宴。谁知采了寿家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却看见了他在采药。李行舟一眼就认出他了。前2日，酒肉朋友薛兆和他在惠春楼喝酒，喝到醉意熏然，便指着城隍庙口摆摊卖完药的金珠给他看。好看不？过2天，小野就纳了他。李行舟扫了一眼，只觉得身段并不如薛兆前些日子包的小花魁。若是非要夸上一句，也只能说一句清丽碧玉，并不合自己口味。瞧见了那药瓶上贴着的生子丸，金枪不倒，李行舟更是嗤之以鼻。看上他哪了？我瞧着也不过是个卖完药骗人的。李大少爷，你看账本是比我强，可是看女人，你不如我。见李行舟依旧不懂，薛兆摆摆手，他的好处跟旁的女人不一样，你等兄弟娶进门，自然就瞧出来了。你愿意，人家姑娘未必肯吧？有什么不肯？当初他爹在的时候，都说好等他再大一点，就50两银子卖给我。谁知后来他爹死了。不过姑娘家嘛，只要在外头吃到苦头，自然就想嫁人了。难得朋友如此费心，李行舟借着月色再看第2眼，可怎么也瞧不出有什么别致。看见他背上的药篓，李行舟细写道：小娘子，你是医女吧？什么医女？不过是卖完药的江湖骗子。毕竟是混迹江湖的骗子，这句恭维他脸不红心不跳的认下了。可是撒了一个谎，就要用无数个谎去圆。医女不能见死不救，所以他背着自己，一脚深一脚浅地走在半人高的荒草里。秋日的风吹得人寒透，李行舟看着他的汗珠顺着碎发滴下来，他的身子热得像个小火炉，可被冷风一扑，又哆哆嗦嗦打了个喷嚏。李行舟暗暗想笑这个骗子自食苦果，便打定主意捉弄他。想了想，决定编了个身份哄他玩。我在家中排行老3，是2房妾生的孩子，大娘子和父亲都不喜欢我。今日采了寿假，也是因为我想讨好大娘子，主动揽了寻春日宴场地的活。现在想想，8成是他设的陷阱。小到元宵花灯，大到丫鬟下人，都是先给弟弟，我是从来没有的。谢谢你啊，小医仙，等我回去就给你安排个浇花丫鬟的位子。养伤的这小半年，自己撒了很多拙劣的谎，哪怕看到了那假药瓶子，也假装不知道他是个骗子。金珠都信了，他送自己一个便宜的兔子花灯，说是捡到的，并不是特意买的。他送自己一瓶讨喜丸，说吃了以后父亲和大娘子就会喜欢他。薛兆一定是猪油蒙了心，才觉得这个蠢姑娘别致，自己回去一定要笑她被燕啄了眼睛，错把榆木当宝珠。说话间已经到了晚饭的点，父亲忙着应酬，3日不曾与母亲一同吃饭了，就算回来也都往小娘房里去，哪怕小娘只会做3两盘家常菜，只有母亲守着一桌冷饭，还没吃一口，母亲的话已经先凉到胃里。若是你哥哥还活着，如今家中的担子也可替你父亲担着。若是你立得住，也不会叫2房那对贱人分去1分家私。李行舟不说话了，明日你就去铺子里头盯着。消息说沈家少爷是暗访，可那沈家少爷没经过世，也藏不住身份，稍一试试就露馅了。绿若望了眼神色不快的李行舟，小声道：可是姑母，行舟哥哥的腿还没好全，他自己闲逛摔断了腿，还惹了桩风月债，怎么还要我心疼他吗？绿若不敢说话了，只垂眼盯着条羹上的花纹。绿若很好，也聪明，将来生意上的事他能帮你拿主意，等年底就把婚事定下来，兴许你父亲见你成了家，会觉得你靠谱起来了。绿若羞怯地低下头，一口米饭冷冰冰地卡在喉咙，李行舟只低头嗯了一声。你不要以为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，要是你哥哥还在，我也不至于指望你。接着便是母亲哀怨的诉，像漫长的咒，咒别人，咒他的孩子，也咒他自己，唯独不舍得咒那个欺骗了他一生的男人。下了雨，屋外看什么都雾蒙蒙的，院子都浸在红色的灯影里。
像金珠假药瓶上的红尖子，下雨浸湿了去摸，会把指尖染红。提灯穿过花园时，他听见隔壁院落弟弟无忧无虑的笑声，听见小娘满含疼惜的嗔怪和父亲的称赞。李行舟揉了揉眉心，满眼倦怠地摊开账本，还是从小跟着的奴才是墨捧了食盒来。主子，奴才拿些点心，看账本费神，好歹吃些垫垫肚子。精致的点心却看得人毫无食欲。李行舟忽然想到了金珠做的饭，一开始他以为金珠的厨艺很好，金珠会用热锅炝了葱段，倒入滚汤，面煮好再握个蛋。后来才发现他只会煮鸡蛋面，吃到李行舟暗暗发誓回去再也不吃鸡蛋面了。想叫厨房煮碗面送来，可是那几个月毕竟吃够了，算了，叫母亲知道了，明日不定又拿这事说什么。手边一瓶糖丸子，是金珠给他的讨喜丸。李行舟鬼使神差地拈起一粒放入口中，状若无意地问起是墨。他真的拿了钱就走了？是，听说一开始在门口闹呢。果然。闹什么？是在骂我吗？李行舟大约能猜到金珠会怎么骂他。大骗子，白眼狼，忘恩负义。随他怎么骂，反正本来就是耍他玩。是墨左看右看，才小声说：金珠姑娘没骂您。那她是怎么闹的？她说：不行，咱们就不争了，好歹保住一条命，要您等着她就你出去。然后老夫人给了他钱，他拿了就走了。我猜应当是想拿了钱回去找机会，就您出来。李行舟觉得心口闷闷的，像被谁打了一拳。为什么他不生气？难道他真的蠢到至今都没察觉自己一直都只是在耍他？外头雨淅淅沥沥，打在窗牖上，他的心绪如初春雨脚一般吵闹。口中糖丸子化开，竟然有一种奇异的甜蜜涌上心口，除了烦闷，竟然也有几分窃喜。等签下沈公子的单子，再去跟金珠赔礼道歉。见到自己平安无事，他一定欣喜若狂，什么气都没了。要是他还有点生自己的气也不要紧，大不了给他好些银票。唯一烦恼的是，要怎么和母亲说自己不能娶绿若，因为自己看上了一个身份低贱的姑娘。一屉包子热腾腾的出炉，我擦擦脸，站起身，却不防被个牵马的家丁撞了下。那家丁看我身上脏污，啐了一口：小叫花子不长眼呐！我才要骂他，看见他牵着高头大马，马上做了个锦衣绣服的公子，一看就知道非富即贵，是我惹不起的，便哑了火。我摆摆手，算了，算我今天倒霉。好可怜的姑娘，是在泥里栽了跟头。快坐下喝口热茶，别冻坏了。绸缎店的妇人给我倒了杯热姜茶，并一块热饼。他男人瞧了瞧我手上的对票子，笑道：姑娘这票子虽是李家的，但是咱蔡家也认得，咱家还管裁剪，我娘子的手艺可是一绝，要不要在咱家做一套？一杯热腾腾的姜茶喝下去，我五脏六腑舒展开，点了点头。掌柜的，把你们家的好段子拿出来叫我瞧瞧。我往外瞧，是方才那个骑马的公子。说完，他又小声吩咐刚刚撞了我的家丁：你把马拴在外头，不要脏了人家的店面。虽然被家丁撞出一肚子火，可也不得不赞那马儿养得真好，乌黑油亮，打个响鼻也神气的不行。我老爹寿辰要订99匹好段子，什么仙鹤寿桃万字团符都拿来瞧瞧。如此大的订单，听得蔡掌柜喜不自胜。那富贵公子又笑：若是订得多，掌柜的可要让一让利。蔡掌柜忙点头称是，去搬梯子茶库房。这热茶热饼吃得我心里感激，小声说：我只做一身衣裳，也不着急，那公子哥是个大主顾，不然娘子你先去看顾那笔生意。蔡家娘子笑笑：是姑娘先来的，总讲个先来后到，况且万一是沈公子暗访，咱们要是放着姑娘不管，也是会惹麻烦的。沈公子刚刚好像听李行舟说过，说他要来速成谈生意。沈家难道比李家还有钱吗？不只是有钱了，还有上头的关系呢。姑娘桥对面典当行酒楼药铺，您出了这门往东往西都好，可劲儿走到脚酸，只有做买卖的，那地皮都有沈家一半的。所以他要来速成，咱们都提心吊胆呢，说句笑话给姑娘听。
这几日咱们连门口讨饭的花子都不敢撵，生怕叫沈公子看见。我一瞧，门口果然蹲着个吃包子的花子，眨巴眼往这里张望，预备着跟公子哥说2句吉祥话讨饭。又转过头打量那个花团锦簇的公子哥，要99匹缎子，又有仆从牵着好马跟随，还真有点富贵人家的派头。缎子捧上来，那公子哥挨个瞧，不是嫌土气，就是嫌执法旧了。挑来挑去，20匹里头就挑出5匹。蔡掌柜擦着汗，陪着笑，生怕他再嫌弃自己伺候不周，连剩下5匹也不要了。旁的不要，只要这2匹福寿松鹤花样的，高20，要40匹好了。蔡掌柜喜笑颜开，忙点头：“您付了定金，小店可以送到府上，剩下货款一并结清。”公子哥沉吟片刻，只是这花样到底还有些土气，万一我爹瞧不上可怎么办？蔡掌柜一时语塞，又怕失了客户，忙说：“这是最新的了，您在速成恐怕找不到比这花样更新的了。”蔡娘子也怕这么大笔生意跑了，隐隐露出担忧之色。这样吧，这2匹给我，我带回家给我爹瞧瞧，他若是喜欢，我立马回来下定。这……我外头那匹马，病着人都压在你这，你还怕我跑了不成？掌柜的犹豫片刻，点了点头。那公子哥和外头家仆说了句话，又指了指掌柜的。家仆点了点头，索性坐在外头等。掌柜瞧见也放下心来，已经包好2匹等他。我瞧出不对劲，撞见同行，本不该拆台，可蔡娘子倒的那杯姜茶热乎，我还是忍不住拉住娘子耳语一句：“娘子，你叫掌柜的先别给布，去问那家奴一句话。”娘子听我3、2句说完，神色大变，匆匆往外头问话。见娘子出去，公子哥神情便不自在起来。我不动声色地挡在门前，怕他跑了。这马和奴仆是你的吗？你就拿来抵押。公子哥抱着缎子，像是受了天大的污蔑，分辨道：“等我回去给我爹看过，自然会给钱的。”我冷笑道：“拉倒吧，这头蒙，那头骗，这都不知道是多久前玩剩下的骗术了。我猜那家奴和马都不是他的，不过他也骗卖马的说要订10匹良驹，要牵1匹回去给阿爹相看，那卖马人才一路跟着他。到了绸缎店，再谎称那卖马人是他家仆，把马和家仆抵押在绸缎店，他自己抱着2匹缎子，空手套白狼跑了。牵马小厮听了也变了神色，是，他说要买5匹马，牵1匹回家给阿爹看。刚刚说让我在这等他，他把布抱回去相看呢。我看他穿的人模人样，也没有多想，原来是个骗子。公子哥脸上的笑容绷不住了，讲话都磕巴起来：“谁是骗子？我是要给钱的。”我看他急，更觉得好笑，戏谑地望着他空荡荡的腰间：“那钱呢？不会出门让人偷了，还是忘了带？”听我说了他的词儿，公子哥脸色白了：“是今儿上街叫人偷了。”我叹了口气，很看不起这种技艺不精还要赖皮的憨棍。论行骗，你道行不够看，回去后脚踏实地干点别的吧。蔡掌柜气不过，嚷嚷着要报官。那骗子听说要报官，趁我不备，仓皇撞开门跑了。蔡掌柜要去追，蔡娘子叹了口气，摆摆手：“算了吧，毕竟没有真上当。多谢姑娘，要是叫他得逞，咱们小本生意要赔进去多少银子？但是姑娘怎么知道那是个骗子？可因为我爹就这么骗过人，先砸下个天大的馅饼，在合乎常理的几番为难，做事收回，一抛一收，合乎常理，店家如鱼儿咬饵上钩。哪里知道，只是感觉他不对劲，留了个心眼。我爹的骗术是家学渊源，风马燕雀词、金瓶皮彩挂饰全套子的。他喝多了，难得不打我的时候，也肯跟我吹嘘，除却美色的艳，没有哪一门他不精的。又瞧了瞧我的脸，说以后我长大了，能替咱家补上这个缺。我就跟着他，3岁装病，5岁装残，7岁藏在布袋里陪他装天师。后来他炸到一块铁板，被人识破打得稀烂，抬回家2天就死了。姑娘，这才医的钱我就不要了，我呀免费给你做一身。不必，我有的是钱。我掏出一张银票，只是劳烦娘子兑了来。沉甸甸的银子揣进包袱里，
平白叫人腰板也直了。脚一抬，迈进酒楼，先订了一间上上等的房，要热水来沐浴，要一坛最烈的女儿红。哦，对，瞧那花子吃包子吃得香，再来一屉包子，明日醉到日上三竿再起，就再也不会为过去的事情难过了。可没等来一屉包子，等来了2个官兵架着我，我慌得把这阵子做的坏事全想了一遍。为了给李行舟治病，卖了10来个生子丸，70壶金枪不倒药，其实都是梨枝甘草熬的糖丸子。他们压着我，把我包袱倒出来，里头丸药散了一地。他们看也不看，只瞧见另一张银票，眼睛一亮。被我连累的，除了绸缎店的蔡家2口子，还有那个栽进泥坑摔了腿没跑远的憨棍。2口子交了保金，又是做生意的老实人，没吃苦头放了出去。憨棍就倒霉了，就因为被蔡家2口子顺口指认，关老爷又疑心他是我同伙，2罪并罚，比我多挨了10棍。李家报了官，说你今日在门口攀扯诬陷，李夫人心善，信了你一个孤女的话，接你进府，你却动了歪心思。既然钱追回来了，人家说不追究了，你与同伙各打10棍，小惩大戒，真狠啊！结了钱仇，李夫人再也不怕我乱说李行舟的事了。蔡家2口子还是不信我会偷钱。蔡娘子见打得重，怕出人命，掏腰包垫了药费，雇了辆牛车，把我和昏迷的憨棍一并送回金家村治伤。路上他叹了口气，把我的头发捋到耳后，太欺负人了。姑娘，不怨你，我信你。我不肯说话，也不肯抬头，只把脸泡在眼泪里，遮得脸发痛，只是死死咬着身下的被子，生怕哭出声。我以为爱看热闹村民都会过来嘲笑我，笑我被燕啄瞎了眼，笑我痴心飞上枝头却摔折了腿，可是没人笑。怪可怜的，爹那个样子，娘又死得早，来个人吗？说2句好话，他就当了真。相信我，比怨我还叫我内疚；可怜我，比笑我还叫我难受。夜深了，人散了，陈大夫在外头睡着了，只剩我和憨棍，腿上的伤一到晚上又疼又热，稍一动弹就疼得龇牙咧嘴。对不住啊，我不知道会连累你多挨10棍，你跟他们说了吗？说你不认识我。憨棍疼得连说话也打颤，恨恨道：说了，他们问主谋是谁？我一急就磕巴，说我，难道是我劝得他良心发现，就把罪名揽下来了？我心里一阵感动，我不知道，我不认识你。可他们没听我说完，就开始打了。是我对不住你，你跟他们有什么仇？他们要这么对你？没仇，有恩。憨棍想了想，叹了口气，有恩还打你，那这个叫李行舟的很坏了。这就说来话长了。捡到李行舟是半年前，我去摘草药熬糖丸子的路上，天色很晚了，看到李无忧的时候，我还以为看到了勾魂的艳鬼，吓得我险些扔了手中的镰刀。他说自己被大夫人暗害，踩了寿家，恐怕伤到了骨头。李无忧瞧见我在花草中挑拣，又看见我背上的药篓子，便笑道：小娘子，瞧你在摘草药，你是医女吧？不是。我要是医女就好了，那我娘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。7岁那年，我娘病得还剩最后一口气时，叫我不要学我爹招摇撞骗，要踏踏实实的挣钱养活自己。可她死得太早了，还没教我什么叫脚踏实地的挣钱。而2年前，我爹被人打得奄奄一息时，只叹自己骗术不精，愿赌服输，要我发誓把家学发扬光大。见我不吭声不接茬，我爹伸手去够床头的柳条，要像平常那样打得我满屋乱爬。我哆哆嗦嗦护着头，那一柳条到底没抽下来，因为我爹摸到柳条就死了，留下一个14岁的我，不知该听我娘的还是听我爹的。我想，那我就熬糖丸子骗人吧，好歹糖丸子是我踏踏实实熬的，但又确实不是药。你到底是不是小医女呀？李无忧一笑，那双漂亮的眼睛就像春日桃花在风中摇晃。这个人可真奇怪，腿摔断了都不疼吗？怎么还笑？我不自然地拉了拉药篓子，又摸了摸鼻子。是李无忧拜托我帮他治伤，可我不懂，骗子可以见死不救，但医女不能。我咬咬牙，放下药篓子，
幸好平日里做惯了力气活，我颤颤巍巍背起它，一脚深一脚浅地走在半人高的草里。秋日黄昏还带着寒气，可是背着李无忧，我累出了一身的汗。我也想半路把它丢下，可他一口一句小医女小医仙，让我又不好意思丢下他不管。说话间，他告诉我他叫李无忧，在家中排行老三，是二房妾生的孩子，所以很不受主母待见。今日出游是遭了主母暗害。你呢？这荒郊野岭的，你一个姑娘家不怕吗？我我总不能说我会在这，是因为昨日我去城里摆摊卖生子丸，被一个欺男霸女的流氓薛兆欺负掀了摊子，丸药打翻碎了一地。我的药卖完了，所以再来摘点草药。我看不到他的神色，但是他闷声笑时，头发扫过我的脖梗痒痒的。那你的医术一定很高明。是啊。背着李无忧到家时，身上汗已经浸透里衣，可以凝出水了。一阵冷风吹来，我猛地打了个哆嗦。坏了，要感冒。李无忧一进门就看见我架子上堆着的药瓶，还贴着保生柜子，金枪不倒。他伸手要拿下来细看，我赶紧手忙脚乱地抢过来，把药往身后藏。这不是我的，是旁人用过的药瓶子，拿来盛药的。这是个很拙劣的谎。李无忧撑着手勾起一个笑，你别急，我信你。大半夜的，陈叔以为我生了病，提了药箱赶来。金珠，你咋拐了个人回来？陈叔，我求您一件事，您待会帮他看病，能不能别说我是骗子？咋地？你要骗他的钱？我说不出来个所以然，只是在李无忧面前，我想当个医女也不错。可是撒一个谎，就要无数个谎去圆。李无忧在我家住下养伤了，药钱像开了闸的水往外淌，我这2年攒下来的钱都贴进去了。陈叔啧舌，金珠放这么长的线，要钓多大的鱼啊？不钓鱼，想过安生日子。因为李无忧说等他养好了伤，一定重谢我。这话反倒说得我不好意思起来。不用重谢，你是有钱人家的少爷，要是有好差事给我一个就好，但是说好我不卖身的。李无忧打量了我一下，我家的奴仆也只要清白出身的。我主要的手一顿，还以为他知道了什么。但是你救了我，管你什么出身，我跟管家娘子说一句就好。在家中不得宠，又能一句话就安排我的去处，听着好古怪。我忍不住问了一句，你这么好，为什么大娘子不喜欢你呢？听我说这话，李无忧反笑了，他指着自己，像听到什么笑话。我有什么好，有什么值得喜欢的？我想了想与他相处的这些日子，你长得好看，待人真诚有礼，还识很多字，要是我爹有你这么个儿子，他做梦都要笑醒了。听我这么说，他笑意越深，却并不是因为开心。金珠，你说的这些好处，哪一件对我家中生意有用？哪一件能叫我父亲母亲正眼瞧我？无论我做了什么，在他眼中都不如我那个死去的哥哥。还说如果我哥哥没死，这李家的门楣还可支撑一辈，天下哪个母亲会这么对待孩子？外头比不过兄长我也认了，怎么内宅也比不过妾生的弟弟？小到元宵花灯，大到丫鬟下人，都要让给弟弟，我是从来没有的。父亲瞧不上我，母亲只苛责我。我觉得这话说得好奇怪。他说自己是妾生的孩子，排行老三，可我听着这话，倒像是他是大娘子亲生的孩子，上头有个优秀早逝的兄长，底下有个妾生的弟弟淘气得宠。外头生意场和内宅里，既得不到父亲认可，也不被母亲偏爱。我还想说点什么安慰他，头上急得直冒汗，嘴上却说不出什么好话。烛影照着他的侧脸，低垂的长睫遮住一片心事。我这人最见不得旁人难过，旁人一难过，我连手脚都不知往哪里放。对了，我蹲下身，在柜子里摸找了一瓶糖丸子，撕去上头的红尖子，献宝一样递到他面前。这个药丸子是讨喜药，你吃了，保管你会被人喜欢的。见我如此幼稚的伎俩，李无忧竟然也笑了。骗人，我看见这是你用甘草熬的。真的，你试试，很灵验的。他拈起一粒，放入口中。我送你一瓶，你回家前先吃一粒，你家人一定欢喜地哭出来，等你觉得有用，
再来找我买，念在我俩的交情，我就便宜卖。我敢打赌肯定会有用的，毕竟李无忧摔断了腿又失踪这些日子，他一回去就像珍宝失而复得，家人一定大喜过望。那你有喜欢我吗？什么？灯下李无忧满脸笑意，晃了晃药瓶。不是说很灵验吗？我的脸霎时红得熟透，哆哆嗦嗦。说喜欢吧，说不出口。说不喜欢吧，那我这讨喜药的面子往哪放？见我脸比尖子还红上几分，李无忧不逗我了，只是笑着把药瓶子收好。看来真的有用。我摸了摸自己烫得怕人的脸，又努力按下突突直跳的心，也有了几分疑心。难道我天天求菩萨显灵，药丸真的灵验了？应该没有，不然我也不会又被人刁难。还是上回找茬的薛家小公子薛兆，众目睽睽下掀了我的丸药摊子，又趁我捡药瓶子时踩了我一脚。我抱着新买的灯在怀里，一瘸一拐地回去。挂了彩，卖完药骗人的事就瞒不住了。李无忧的腿伤已经养得大好了，他反问我，那边卖药的人那么多，为什么只打你呢？因为他坏，因为这里头他只敢欺负我一个小姑娘。不对，因为他看上你了。李无忧笑得十拿九稳，男儿跟姑娘不一样，看上谁才会欺负谁，跟我爹说的话一样。他也曾跟我吹嘘过，要想一个人死心塌地跟着你，不要对他好，要对他坏。我纠正他，不对，要是喜欢一个人，应该对他好，我就对你好。李无忧不置可否地挑了挑眉。好了，不说那个了，这个灯给你，虽然是我捡到的，还很新呢。那花灯是兔子，放在地上可以拖着跑。看见花灯，李无忧先是一怔，立马笑得不行。金珠，我17岁了，不是7岁。那这就是送给7岁的李无忧的，只是放了很久，忘了给你。李无忧看着那兔子灯，忽然抬头很认真地看了我一眼，这回是跟我娘说的话一样。金珠，不要骗人，骗人不好。好，以后我不骗人了，卖糖丸子就写糖丸子，脚踏实地挣钱。可李行舟却说，不是，是哪怕薛家门没小，薛兆不像话，可他家一房妾室，也不要品行有问题的。我心里有点酸涩，却说不上为什么，只摇摇头。我不给人做妾的。话说到这里，两处沉默。李无忧岔开了话，饶有兴致地问我，那你爹都教了你什么？你会什么骗术呢？其实如今想来，他应该很久以前就知道我不是医女，是个江湖骗子。他应该一直在耍我，看我极力遮掩身份的模样，笨拙又好笑。他应该一直都看不起我，所以他回去的时候怕我挟恩讹诈，并没有跟我说一声。屋子里空空荡荡，兔子灯歪着身子，孤孤单单地倒在角落里，就像我爹说的那句，技不如人，被骗了要认栽。我也认栽了，但不知怎么觉得自己像糖丸子，挺尴尬的。不是糖球，也不是药，不够聪明，也不够笨，算不上坏，说不上好，真坏啊。憨棍看我的眼神也带了几分怜悯，所以就给我想好了，等我伤养好了，就把自己的钱拿回来。他娘那样有手段有本事，你没钱没势怎么拿？骗子有骗子的办法。陈叔清了账，把李行舟给的50两银子分了我40两。你爹当年有酒有肉的时候，也曾捎带过我。那些人参须墨不值什么。我摸了摸那些银子，分出10两摆在憨棍面前。这10两，5两是赔你的医药，还有5两是雇你的钱。雇我？对，你既然是棍，被打钱也没有露过相，是不是？憨棍还想解释一下自己没骗人，真的是钱袋子被偷了。我摆摆手，很看不起他死鸭子嘴硬的样子。都是同行，就别装清白了，跟着我好歹能教你几招，你只回答是或不是。憨棍点头，听我说要他假扮姑苏来的沈公子，我扮成他的宠妾。憨棍似乎有几分兴致，却又皱起眉头。你我没钱，也装不像啊。想到我爹说过的话，我摇摇头。人不可貌相，你出门也不会把全部身家带在身上，何况是暗访。我就用20两银子翻身，骗到定金市城后，银票分你1张，再给你买1屉包子带回去给你爹吃，成不？毕竟昨日捞了个空，接下来更难开张。憨棍点了点头。
看他点头，我觉得有点好笑。憨棍，你不怕我跟李行舟的事是我编出来骗你的？也想过，可你哭的那样伤心，不像假的。我一怔，轻咳一声。好了，你姓沈，叫什么？沈川清。聪明，你就叫沈川清。我叫子旭，是你新买的娇妾，花了500两银子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打水洗了个澡，洗的泥水里滚过的憨棍眼睛是眼睛，鼻子是鼻子的。那套衣裳泥水里打了滚，已经不好穿了。虽说沈少爷暗访，行事低调，但是粗布衣裳到底有些不像。我想了想，拿了对票子去蔡家问：蔡娘子，这对票子我不换缎子了，跟你租2件样衣穿，这票子就抵租金了，你看成吗？听说我要借2件样衣，蔡娘子摆摆手：金珠妹子，拿去穿几日也不要你钱的，我给你改改腰身。我抱了衣裳走，把对票子偷偷压在了算盘底下。憨棍换了身好衣裳，便有了9分人样。刚刚穿粗布麻衣时缩手缩脚，如今手脚伸展开了，说话也不结巴了，好像天生穿绸穿缎的富贵命。昨日没仔细看，如今看来，憨棍生的一副风流身段好皮相，像从生下来就是锦绣堆里长大的，会为花魁一掷千金，为戏子午夜出奔。也是，不然怎么能装富家公子骗人呢？我左看右看，觉得还差点什么，差一把扇子，不扇风，就这么拿着。沈川清比划完，还不肯放弃自己那个根本不存在的钱袋子。我原来有一把紫檀扇子，可惜连着钱袋子被人偷了。一把扇子略好些的，也要几两银子，要是名家题字，又要翻倍了。你还有钱吗？没钱，但是不要紧，就买最便宜的扇子，拆了扇面，扇骨放茶水里泡着，再打磨。便宜的杨木就有了紫檀木一样的颜色。名家题字，空白的扇面就好，叫人猜不出价钱。憨棍摸了摸那把茶水泡过的扇子，没见过世面似的，目瞪口呆。那我几十两买的扇子算什么？算你有钱。金珠，你可真聪明。看憨棍满眼崇拜，我不免有些小小的自得。若是论骗术，我爹当年装成第一富商沈十万和胡商2头骗了胡商2箱鸽血宝石，骗了沈十万1箱金锭子的经历才叫齐。憨棍怔住了，咬牙切齿道：那是你爹骗的？他真敢花啊！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我们去惠春楼听曲，就是有评弹的那家。沈川清是姑苏人，要会讲几句吴语，我教你。可万一我不会讲吴语，也不爱听评弹呢？你不会是自然，但沈川清怎么可能不会呢？我叹了口气，觉得憨棍真是笨。就算他不会，别人觉得他会讲爱听就够了，你只要会讲2句，剩下的我会说。憨棍有些意外：你会讲吴语？我阿娘是姑苏的，会唱昆曲，也会唱评弹，她教过我。当年我娘在楼里跟着戏班子唱曲。我爹假扮沈十万行骗时，遇见了我娘。他说我娘跟那胡商一样，以为他有钱，才跟了他出奔。我爹始终认为我娘是贪慕荣华富贵，所以这日子过不下去。但是阿娘跟我说过，见到我爹前，他给沈十万唱过曲，一眼就认出了我爹是假扮的。可是阿娘那时只觉得自己能拯救我爹，让他浪子回头，踏踏实实的过日子。可我爹到死也没改。今日先去李赵2家绸缎庄子看过，再去惠春楼喝茶听评弹，等于上钩。我带着遮面的汨罗挽住憨棍的手臂，走进赵家布庄。伙计们打量我和憨棍的衣着，便殷勤地把我们瞧过的缎子一一捧来。这都是做衣裳的好料子，花样也新的。憨棍悄悄拉了拉我的袖子，耳语道：金珠，这是2色金裤锦，20两恐怕难买1卷。你这样一点不像个纨绔公子，纨绔公子买东西是不看钱的。听我这么说，憨棍有些委屈。也看的。我悄悄翻了个白眼，一看你就是穷惯了的。有钱人可以一言不发，可以说贵，但是不能露怯。你记得你是沈川清，不是憨棍，要装成个挥金如土的纨绔子弟，懂了吗？沈川清顿时了然，便随手指了一排。阿旭，这一排有喜欢的吗？要是喜欢，一并叫他们裁剪了。我悄悄给沈川清比了个大拇哥。沈川清得了夸奖，
不免有些自得。不好，我瞧了瞧，故作骄矜的摇头，咱家那边这样的花样织法都老了，这边才实行起来。沈川清很上道，思忖片刻便笑问道：小伙计，你们是自家有织坊吗？我瞧着花样与别处还不同。这话问的伙计得意起来。我们家掌柜的新聘了一批南边来的织工，不知道娘子家在何处，但是在速城，咱家的织法是最新的，这里比不上家里，阿旭再瞧瞧呢。不要，要真做了一身，回姑苏那些姊妹不要把我笑死。沈川清无奈地冲伙计一笑，我们再瞧瞧。赵家伙计瞧着我们又进了李家绸缎庄的门，又面露难色地出来，去了惠春楼。金珠，咱们什么都不买，他们不觉得咱们兜里没钱吗？咱们不是没钱，是一个也瞧不上。我多留了个心，瞥见赵家伙计换了身衣裳，悄悄跟了上来，坐在我们后头。我端起面前茶盏，能把人嘴皮子烫秃噜的茶，我抿了口放下，学着李行舟他娘的样子，用帕子轻轻按了按唇角，跟沈川清埋怨道：好冷的茶，井水就是在烹，也有股子寒意，我吃不得这么冷的，吃么吃不好，穿么穿不好，要不是跟你出来一趟，哪里受这么多气？沈川清很上道，就轻言细语地哄说这里不比家里，难免委屈些。台上唱的是白蛇，我也跟着哼唱了一句。故事未完待续，且听下回分解。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